各位朋友，你们好，我是世纪审判的作者徐雪春，我来自中国上海。在我的书里面有大量的证据表明，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些汉奸、卖国贼和民族败类。我要揭露中国共产党的所有罪恶，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讨回公道。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讨论一下如何精准的反共灭共，揭露中国共产党反人类的三大罪恶。我看过很多网上的 UP 主，他们思路很清晰，是吧？表达能力很强，颜值也很高，我是没法跟他们比的。但是我觉得我有一点跟他们是不一样的，那就是我是共产党培养的反共人士，我是高举红旗的反红旗的这个反共人士。因为我是来自于中国底层的劳动人民，我说的话都是反映中国老百姓心声的。有句话叫做条条道路通北京。今天我跟大家走到一起来了，我们最终的结果都是要反共灭共赶走共产党，大家才有好日子过。就说打蛇要打7寸，我们反共救国需要找到共产党最薄弱的环节，最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事情，最致命的证据，我们这样才能够对共产党一击致命，一剑封喉，药到病除。言归正传，我认为反共灭共需要从3个方面揭露中国共产党的罪恶。中国共产党第一大罪恶呢，就是制造武汉病毒，造成全球600万人的死亡。我有10几个证据，根据我搜集的证据和新闻分析得出的结论，武汉病毒是中共江泽民家族制造的生物武器。由于习近平的隐瞒和愚蠢，导致病毒扩散到全世界，中共向全世界发动了生物战争。这在我的其他的视频和我的书里面都有详细的内容。我的书呢是可以免费下载的。这些链接呢在我的视频的介绍当中。因为中共和习近平释放病毒以前就准备了解药，所以说中共是世界上感染比例和死亡率最低的一个国家。很多国家的高官他们都感染了武汉病毒，甚至有的都死亡的，但是中共没有一个官员感染武汉病毒，也没有一个官员死亡的。因为这个病毒呢就是中共的生物武器，他们是始作俑者和元凶，所以这个病毒呢不会伤害他们。中共的第2大罪恶呢是活摘人体器官反人类。活摘人体器官的受害者呢包括法轮功、新疆维吾尔族人、香港抗议人士、武汉失踪的大学生，以及中共利用体检中心寻找器官移植的供体，并把那些无辜的受害者绑架杀害，完成器官买卖的这个黑色交易。中共呢就是利用器官买卖的拿来的这个血钱，用来雇佣警察、打手、黑社会、城管来维护中共的这种邪恶统治。中共活摘器官呢已经有30年的这个悠久历史了，活摘器官呢铁证如山的。中共为了活摘器官专门发明了一个机器叫做脑死亡机，而且在国际的都申请了这个专利。脑死亡机的作用呢就是把人装在这个机器上以后，通过撞击太阳穴，使那个健康的受害人马上变成这个脑死亡患者。然后呢，中共呢就可以吃人民的肉，喝人民的血，大快朵颐的活摘人的人体器官，就开始卖钱。所以我建议大家去看一下所有的中国共产党的关于器官移植的新闻，我们就可以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所有的器官移植的捐献者全部都是脑死亡患者。我现在都活了50岁了，我从来没在中国看到任何一个人是脑死亡。但是中共呢，他们现在每年有几十万的人脑死亡就是为了提供这个活摘器官。所以说这个脑死亡机、脑死亡，这个就是中共的一个活摘器官的一个铁证。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犯下的第3大罪状呢，就是中国政府以国家的名义对人民进行 P2P 诈骗。我呢就是 P2P 诈骗的受害人。我为什么受骗呢？因为中国共产党呢，它是在人民大会堂里面发布诈骗产品，他们是在这个以国家的名义和用国家的机器来进行诈骗人民。全世界每个国家都有诈骗犯，诈骗犯并没有什么奇怪的，但是没有哪一个诈骗犯是在利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发布诈骗产品的，开什么新闻发布会发布诈骗产品，发布 P2P 产品啊。但是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呢，专门用人民大会堂来发布 P2P 的诈骗产品。我总共买了2个这个 P2P 诈骗产品，
这2个产品全部都是在人民大会堂里面发布产品的。所以说人民大会堂呢，就是中共用来诈骗人民的一个工具，这个逻辑没错吧？所以 P2P 呢，就是共产党精心策划的，专门用来掠夺人民、抢劫人民、收割人民的一场政治运动。中共所有的权贵都参与了 P2P 诈骗，他们的目的都完全不一样的。就像习近平，他让国资委成立一些 P2P 的诈骗公司，用来搜集钱财，进行“一带一路”的大撒逼。江泽民家族和那些其他的这个中共红色家族呢，他们让他的那些小喽啰、妖魔鬼怪成立 P2P 公司呢，他们就是抢劫来的钱，用来有的转移到国外去了，有的在国内进行挥霍。反正中国红色家族抢钱的目的是不一样的。我的亲戚朋友全都是 P2P 的受害人，而且我的钱呢都是被习近平拿去国资委拿去“一带一路”了，大撒逼了。所以我呢是最清楚里面所发生的这种勾当，我是最具有发言权，而且我是经过详细调查的，我本来就是受害人嘛。据不完全的统计 ，P2P 的受害人呢，在中国有几千万人，受害金额高达几十万亿人民币。P2P 受害人大多是白发苍苍的老年人，他们都是你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那一辈的人，他们为新中国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一生的心血，最终到了老以后，被共产党掠夺了他们所有的一生的财富，被中国共产党洗包子拿去“一带一路”，行贿国外官员，建造军事基地，在最穷的地方建造什么港口、铁路、公路，这些都是血本无归的这种项目。中国共产党呢，实质上它就是一个卖国贼、卖国求荣，对吧？就是民族败类、汉奸，伤害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这都是实锤证据。我认为反共灭共必须列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对人民的实质性伤害，我们才有理由把他们赶下台嘛。去年中欧贸易协定突然之间就终止了，对吧？美国航空母舰也来了。外资企业纷纷的离开中国，而且全世界各国史无前例的团结一致，制裁中国反华。因为老外他都有情报机构的，他得到了精确的情报。中国共产党制造了武汉病毒，并向全世界扩散了武汉病毒，向全世界发动了生物战争嘛。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叫因果报应。造成中国经济制裁、房价下跌、经济崩溃、人民失业、房贷没还清的那些房奴最倒霉，你们的房子还要被共产党没收，人民无缘无故的就被卷入了这场生物战争，老外死了600万人，他们要拿中共来进行拉清单，对吧？要跟中共来拼命，所以说中国人民必须在现在这个时刻，对吧？跟共产党划清界限，那谁沾上共产党，现在谁倒霉。那 P2P 它有几千万的受害人，有几十万亿的这个诈骗金额、受害金额，每年有几十万的无辜的中国人民被活摘器官。我说的以上这3点呢，都是中国共产党最不想让人民知道的铁证如山的证据和对人民的实实在在的伤害，和对国家利益、对民族利益实实在在的伤害。要想反攻救国，要想把共产党赶下台，就必须说这些事情。我们把这3件事情给整明白了，中国共产党就下台了，他们就滚蛋了。说别的不痛不痒的都在浪费大家时间，毫无意义。我逃到国外去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把中国共产党这3个罪恶公之于天下。我在国内属于绝对的良民，我走路连只蚂蚁都不敢踩死。我们 P2P 受害人，我们一些人去公安局、去国家机关去上访的时候，我胆子最小的，他们都在前面递交材料、申诉什么的，我是远远的站在后面看着他们。这算不算这个后排输出啊？因为中共实在是这个恶贯满盈，像我这种胆小如鼠，对吧？胆小怕事的人，我今天也不得不站出来，来彻底的揭发中共，否则我会寝食难安的。那些白发苍苍的 P2P 受害人，很多都是我的衣食父母，他们是我的亲戚朋友，我要为他们站出来讨回公道。从我出国的那天起，我就想明白了，我已经没有回头路了。我现在都50岁了，而且我的眼睛都已经老花了，都有的时候都看不清楚东西了。而且我基本上现在已经身无分文，没有朋友，异国他乡，语言也不通，对吧？也没有工作，所以我在国外是必死无疑的。有时候我一个人躺在旅馆的这个
床上，我就在想，哎，我大概会以哪种方式去离开这个世界呢？是共产党会把我抓过去枪毙呢，还是呢我会投河自尽呢，还是以其他的什么方式呢？哎，我连怎么死都想好了，所以说我是绝对不怕我们亲爱的这个共产党，是吧？党啊，亲爱的妈妈，亲爱的后妈，我来了。人都有一死，但是死要死的有价值。我希望我在死以前能够把中共的罪恶公布于天下。我作为一个人，我的价值也就最大化了，我就完成了我的人生价值、人生目标了，也就死而无憾了。我在出国的1年多的时间里面，现在终于想明白了。所以，请点赞关注我的频道。如果几个月以后我在网上消失了，我就是去上帝那里控诉中国共产党的罪恶去了。我要去找上帝讨说法，我让上帝给我说说清楚，为什么要让中共这些恶魔残害人民？咱们只能来世再见了。我今天的视频呢，就算是我的遗言。我希望能用我的生命、我的书，唤醒人民，使人民觉醒。